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要討論之前覺得有男子氣概的，如今已經退訂的館長。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呢，我們要來深入拆解一個在台灣這非常有爭議性的人物——陳之漢，也就是我們都很熟的館長。他從一個形象非常鮮明的反共旗手，到後來，哇，那個轉變可以說是戲劇性的擁抱對岸，結果最後卻是慘賠收場。這整個過程，老實說，就像一場風險超高的政治跟商業豪賭。那他背後的邏輯還有教訓，真的非常值得我們來好好剖析一下。好的，這一次的分析我們會分成5個部分來走。首先，我們會看看他2條時間線的故事，對比一下他過去跟現在那個巨大的反差。接着我們會來探討到底是什麼驅動他轉變，也就是那個10億元的中國夢。再來看看當這個夢撞上現實的銅牆鐵壁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我們會從中提煉出，如果你想在中國做生意，必須要知道的潛規則的遊戲。最後我們會總結出3個慘痛的教訓。好，那我們就從第一部分開始來看看館長這個180度的大回轉。說真的，這反差真的不是普通的大。我們先把時間倒轉一下，回到幾年前，你還記得嗎？2019年6月的時候，館長那時候的形象是什麼？根本就是站在反紅媒、守護台灣民主的最前線，對吧？他1號召喚，哇，幾萬人就上凱道了。那個時候，他真的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反共英雄，那個形象非常非常的鮮明。但是鏡頭一轉，快轉到2025年6月，整個畫面就完全不一樣嘍。他先是用錄影的方式去公開支持一個成分有點複雜的黨外在野大聯盟，裡面甚至有一些過去被認為是統派色彩很重的人。然後呢，更勁爆的來了，他本人直接飛去上海跟深圳，開始在直播上大讚特讚中國的科技汽車工業。你說這轉變是不是真的像坐雲霄飛車一樣，直接從一個極端衝到另一個極端？他在中國的直播裡面就講了這段話，他說在深圳換車跟買白菜一樣，還要帶大家看看為什麼中國的汽車是世界第一。這段話真的讓他過去很多的支持者聽到都傻眼了，覺得非常錯愕。這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商業考察了，對吧？這傳遞出來的訊息跟他過去幾年建立起來的那個愛台人設產生了非常劇烈的衝突。所以最核心的問題就來了，一個靠着反共、守護台灣這種形象吸引了巨大流量和粉絲群的網紅，他為什麼要冒着流失核心支持者的風險，做出這樣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呢？這背後究竟是理念真的變了，還是有更深層的考量？我們繼續聊下去，這就帶到了我們分析的第2個部分，在政治表象的背後，其實藏着商業的邏輯。也就是他那個價值10億台幣的中國夢。其實館長不只是一個網紅，你必須要理解，他更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他曾經公開講過，希望自己的電商、健身房這些事業，在台灣的年營收可以做到10億新台幣。哇，這個數字非常驚人，但也同時點出了一個問題：當你在一個市場已經快要摸到天花板的時候，那你的下一步該怎麼走？這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商業計算題了嘛。一邊是台灣市場，它已經非常成功，根基很穩，但你要從10億再翻倍成長，那個難度真的非常高，市場規模畢竟就是這麼大。但另一邊呢，是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市場，那裡的潛在增長空間可能是台灣的好幾十倍。你說，對於任何一個有企圖心的企業家來說，這個選項的誘惑力是不是真的非常巨大？重點來了，當我們把這個商業動機給放進來，館長後來的一系列行為看起來就不再是偶然，反而更像是一套精心設計好的鋪路策略。第一步，他必須先淡化、軟化自己過去那個非常強硬的反中標籤。第二步，透過支持黨外在野大聯盟這種組合，去向北京釋放出一個訊號：我現在的政治立場已經跟你們能接受的人站在一起了哦。第三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親自登陸。用直播、用讚美來展現自己徹底的轉變，這3步棋在邏輯上可以說是環環相扣的。
好的，劇本寫好了，路也鋪好了，但現實世界往往比計劃的要殘酷得多。這就進入我們的第3章，來看看當這個美好的中國夢撞上現實的銅牆鐵壁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結果怎麼樣呢？根據館長自己在直播裡面講的，他這趟中國行不但任何業務都沒談成，前後還虧掉了將近400萬新台幣。這個數字是他親口證實的，讓這次西進的失敗變得非常具體，非常有感。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你一定要聽清楚。館長這次的失敗，他不是商業上的問題哦。不是說什麼產品水土不服啦，還是市場競爭太激烈，完全不是。他的失敗是來自於政治上完全的徹底的否定。怎麼說呢？就是根據一些媒體報道，他在中國被官方直接貼上一個標籤，叫做特殊分子。這個詞你聽起來可能沒什麼，但在中國的政治語言裡面，這句話的分量非常重。他基本上就是在說，你這個人我們信不過。這等於是一張官方蓋章認證的黑名單，直接把你打入冷宮。一旦被貼上這個標籤，所有的門就砰砰砰，一扇一扇的在他面前關上了。他想申請中國最火的平台，像是抖音啊、B 站的賬號，直接被拒絕。想用自己的名義在當地註冊公司，去走合法的商業流程，也被擋了下來。這就意味着，他作為一個網紅跟商人，要進入中國市場最基本的那些管道，全部都被官方給切斷了。他根本連上場比賽的資格都沒有。館長這次慘痛的經歷，其實給所有想去對岸發展的人上了一堂非常寶貴的課。這就是我們的第4章，在中國市場，有些潛規則是沒有跟你商量的餘地的。這條潛規則是什麼？就是你的政治記錄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可以被追溯審查的。這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你在2019年講過的話、做過的事，並不會因為你在2025年態度轉變，就被一筆勾銷，當作沒發生過。對北京來說，他們看的不是你現在說了什麼好聽話，而是你整個人的歷史記錄。你的過去會被永久存檔。真的耶，館長可能很天真的以為，只要他現在釋出足夠的善意，大力讚揚中國，過去那些反共的言行就可以像商業談判一樣被抵消掉。但他顯然是低估了對方對於政治忠誠度審查的嚴格程度。他2019年那個在凱道上振臂高呼的形象，早就被牢牢地記錄在檔案裡面了，根本不可能抹掉。我們換個角度想，你站在北京官方的視角，他們看到館長這樣一個180度的轉變，會怎麼想？他們會覺得這個人終於醒悟了，真心擁抱我們嗎？恐怕不會吧。他們更有可能看到的是一個嗅到商機的投機者，一個為了利益可以隨時改變立場的政治變色龍。而對於一個極度重視控制跟忠誠度的體制來說，這種不可預測的投機者，往往比一個立場堅定的反對者更讓他們感到不信任。好了，講了這麼多我們來到最後一個部分。從館長這次可以說是從雲端跌落谷底的經歷當中，我們可以提煉出3個非常深刻的教訓。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第一個教訓是，人設即是負債。館長的反共人設是他在台灣成功的核心資產，但當他想轉向中國市場的時候，這個資產馬上就變成他最沉重的負債，根本甩不掉。第二個教訓是，真正的入場券是什麼？進入中國市場的門票從來都不是你的商業模式有多厲害，或者你帶了多少錢，而是你是否有一份長期穩定而且經得起考驗的政治忠誠記錄，這才是真正的入場費。第3個教訓就是價值與利潤的陷阱。當你試圖拋棄自己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觀，卻換取更大的利潤時，你很可能會陷入一個兩頭空的窘境。而這也正是館長最終的結局，他西進的夢想徹底破碎，錢也賠了。與此同時，他在台灣也因為這次的轉變，嚴重透支了過去粉絲對他的信任。這可以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兩邊都不討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館長的故事其實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他赤裸裸地展示了，當一個人的品牌形象跟政治立場高度捆綁的時候，你想要轉彎會面臨多大的阻力。他試圖用商業的邏輯去破解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那結果當然是失敗的。
這也留給我們一個更深層的思考。在這場介於個人價值跟巨大利潤之間的高風險遊戲中，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贏？是短期的金錢收益，還是長期的信任與尊重？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每個人都去好好思考的問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